男人惊恐地发现自己身边的事物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色，周围的建筑开始坍塌。就在男人惊恐之际，身边又开始出现密密麻麻的虚影和90年代的建筑。虚影逐渐变实，男人竟看到了死去18年的父亲。爸，拿了钱赶紧滚！今天外宾来收购钢管，别在这里捣乱。爸，儿子以前让你费心了，以后儿子给你撑起一片天。让让！你们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？别惊到了我们的尊贵的金德尔公司的采购特使切特里先生。是18年前害我爸跳楼的那群骗子。我平行穿梭了。切特里先生，这种小地方也没什么好东西，您看合适了就要，不合适咱们就去其他的钢铁厂。川哥，李建设，川哥，钱要到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飙车？建设，我记得你爸是咱们县公安局局长。是啊，川哥，怎么突然提他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说啊。建设，就靠你了。好，川哥，我马上去跟我爸说。您确定这些都能打包买走？那是当然，切特里是国外大公司来的，你们这点货对人家来说就是毛毛雨。太好了，我们工厂有救了。不过每吨给你们300美元，首付款10%。现在汇率是5.8，每吨就1700多块钱，也算能接受了。好，尾款什么时候给？货到了工地，尾款就会给你们打过来。你们还怕切特里先生欠你们尾款不成？人家可是外国人。是，签合同的话就趁早，咱们可不想在你们这破地方待得太久。爸，不要签约，阿三要是可信，母猪都会上树了。这是哪来的二流子，口出狂言，侮辱外宾，小心进去蹲着。小兔崽子，你平时不着调也就算了，今天可是厂里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，你居然还来搞破坏！爸，我可没捣乱，这家伙说用咱们的钢管干什么？盖楼啊！爸，你想想，什么样的大楼能用咱们2000多吨的钢管？外国都是高楼大厦，你这种乡下的土包子怎么知道？再多说一句，打断你腿！阿三国内目前最高的楼是位于孟买的亲奈 Lake 大楼，一共15层，高54米，60年代建造。其他的大楼最高都不超过10层。目前正在建造的 Tower A 一共12层，是唯一一座需要外购建筑材料的大楼。但是负责建造的是 Hypop 公司，这老外说他是什么公司？金德尔公司。金德尔公司是搞机电设备的，根本就不是搞建设的。他们要我们这么多钢管做什么？客户的事情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付全款的话，我当然不会多问，只付1成定金，剩下的9成我们找谁要去？我们可不能像魏家山钢铁厂、长城铸件厂那样，苦等2年都拿不到尾款，最后破产倒闭。听到2个厂子的名字，切特里脸色瞬间大变，二话不说，扭头就向桑塔纳车的方向走。想跑得了吗？警察同志，你们可算是来了！这个混蛋竟然侮辱外宾！你涉嫌诈骗，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是弄错了，他可是外宾。外国人在我们东方的领土，也必须要遵守我的法律。外国人怎么了？外国人就比我们高人一等吗？哼，某些人跪久了，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你也和我们一起去。警察同志，我可没做什么坏事，我这工作也是上级安排的。真的是骗子！多亏了小川，要不是有小川及时阻止，咱们也得被骗了。小川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对呀，咱们都是干钢铁行业的，也没听说过这些厂子的事。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，秦川的心中感慨万千。我当然知道，因为这是前世的我经历过的呀。可惜当时我什么都没有做。各位叔叔伯伯，我每天骑着摩托车，可不是出去闲逛的，也是在为咱们厂的产品找销路。这个切特里干过的事情，我也听说过。是吗，小川？那你打听到哪里能把咱们的钢管卖出去了吗？打听到了，不过我们要先将钢管加工一下。我给做个示范，帮我那根4寸管。4寸管是通常的说法，正规的说法是 DN100，它的外径11厘米左右，内径9.5厘米左右。秦川接过钢管，便直接将其切成3段。这一幕看得众人都懵了，因为管子只有加长的，谁也没听说过截短的。秦厂长的儿子不是整天游手好闲，手法怎么会那么标准？我就说这孩子打小就聪明，之前只是没把心思放到正道上。不争气的儿子终于成才了，完成。小川，你这是做的火箭。小川，违法犯罪的事情咱们可不能干啊！什么违法犯罪？我造的这个不过是个大号的窜天猴而已，而且我要把它卖到国外去。你看，就我这样一改，这一个窜天猴少说也能卖50美元一个。阿三给的价格是300美元一吨，这一根改装过的窜天猴也就是20来公斤，算上去就是6美元左右。秦川却要把它卖到50美元，这无不让人震惊。爸，咱们来阳钢铁厂能不能活下来，就看他了。现在我就带着他出去推销给外国老板。秦川说完便走向自己的摩托车，要想跑得快，还得一脚踹，一脚油门，秦川就窜了出去。秦厂长，咱们真的要做吗？对呀，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，咱都不知道啊。万一要是做了之后卖不出去呢？做，儿子，爸爸相信你。
阿马尔先生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化肥生产线，您要的1万吨硝酸铵，不过就是我们3个月的产量而已。好的，这样正好能赶上我们施肥的季节。外面来了个小伙子，说是想要见我们的外国客户，应该是其他化肥厂派来抢咱们客户的，把他轰走。阿马尔先生，男人的钢厂已经积压了2000吨钢管，可有客户来买他却不卖，反而拿着钢管来到了化肥厂推销。阿马尔先生，化肥和钢管是绝配，听说您来这里买化肥，我就把我们的钢管给您送来了。这两者怎么配合使用？其实也简单，把化肥塞进我们的钢管里，然后……他怎么知道我买化肥是为了制造炸弹？原来这个阿马尔并不是什么农场主，而是某国的一名炸弹制造专家。他收购化肥是因为化肥里含有硝酸钾。人多嘴杂，要不我们找个地方说？好，去我住的地方说。阿马尔先生，杨厂长，等到回来再谈我们的化肥生意。阿马尔说着，上了停在一旁的一辆夏利汽车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扬长而去。这化肥和钢管怎么组合？他那工具难道是施肥用的？这你都不懂，把钢管里灌满化肥，那个尖端戳泥土里，不正好撒化肥，并且撒的还匀称。我这钢管里要灌2种不同的化肥，前半节灌硝酸铵和其他的混合物，可以是木屑，可以是面粉，只要是能燃烧的粉末物体都可以。然后中间用挡板隔开，后半节灌白糖和硝酸钾的混合物。我来买硝酸铵化肥，就是为了和其他粉末混合，制造一种可以剧烈燃烧，也就是爆炸的东西。可白糖和硝酸钾混合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这2种混合物放在锅里加热融化后，倒在圆筒里，做成一个管状的固体发射药。引燃更简单，可以用电池发火，也可以用碾子点燃。射程至少能达到5公里，如果发射药的质量好，或许能飞10公里。引信怎么解决？引信也很简单，只要在尖端部分塞一根钉子，对准里面倒放子弹的底火，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碰撞引线。不错，秦兄弟真是奇人。这东西多少钱？这种焊接好的成品50美元一根，物美价廉，童叟无欺。好，那我先买10万根，10万根就是500万美元。与此同时，来阳钢铁厂老师傅张万和刚放下了焊把，就听到一旁有人嘀咕：咱们这一下午都焊了300多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成。是啊，截短了可就没法复原了，这些东西要是卖不出去，只能重新回炉了。真不知道咱们厂长是怎么想的，他儿子就是个二流子，他又不是不知道。吵吵什么？没有秦川，咱们今天就被那阿三给骗了。咱们知道是秦川的功劳，但是他说好了找外国人来买窜天猴，这天都黑了，也没见外国人来。秦川回来了，后面还跟了一辆夏利。爸，把咱们的成品给客户看看，咱们这客户打算要10万根窜天猴，批发价50美元一根。10万根，这岂不是有500万美元的收入？秦川真厉害！是啊，这就叫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刚刚还在说秦川坏话呢，现在又开始拍马屁了。阿马尔先生，这就是我们的钢铁厂，主要生产钢管和窜天猴，您来参观参观，然后我们去签合同。不用看了，我们直接去签合同。我先付5成的定金，1个月内你们发货，货到了之后我们马上打尾款。合同签好，付了定金，阿马尔便离开了。老张，小川呢？刚刚他从咱们财务的账上支了200块钱，说是得买点礼物，感谢一下今天来的那几个警察。没错，是该感谢一下那些警察，要不是他们来，咱们也不敢相信小川的话。谁？我秦川。川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李伯伯，今天这是还得多亏了他帮忙。今天白天当着外国人的面，我也不方便和李伯伯相认。小川来了，今天多亏了你，让你李伯伯立了个大功劳啊，破了个特大经济案件。你还带什么东西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普通的食物。来，快坐下，和我喝几杯。行。川哥，秦川，小兔崽子是不是皮痒了，又来喊秦川跟你们去飙车？王爷爷，我是来给川哥当小弟的。好啊，小兔崽子不学好，跟人家学什么？看我不打死你！王爷爷，不是社会，我爸是警察，我爸是李刚。我管你爸是谁，告诉你，秦川好不容易开始干人事了，你们可别再祸害他了。川哥，你快跟王爷爷说说，我不是来找你飙车的。王爷爷，建设是来找我干正事的，昨天我爸的厂子还多亏了建设帮忙。真的？真的。好了，你也别愣着了，到钢铁厂帮忙去。李建设赶紧把自己的摩托车掉头，秦川推出了自己的摩托车，跟着李建设一溜烟的向钢铁厂的方向去。1个月的时间悄然而过，劳累了1个月的工人们都回家休息去了，货也运走了。秦建国看着曾经堆满了钢管的地方空下来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小川，咱们还了债，发了工资和奖金，手头还能剩下1000多万，而且货到了客户手里，还有1000多万的尾款，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！叔，接下来去香港那边开个账户，后续的尾款直接让客户给咱们打国外账户上，以后咱们想要从国外买什么，直接从国外的账户上划拨。
小川，你说我们这窜天猴的生意以后还能做下去吗？做是能做，不过我想后面做煤气罐。可咱们没造过煤气罐呢，这东西是压力容器，造不好会炸的。我会。国内市场卖不上价钱，咱们造了煤气罐，继续卖给阿马尔他们，他们喜欢会炸的。是吗？怎么做？拿人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2块钱都卖不出去的钢管，被儿子锯成3段后，竟遭到了疯抢，甚至有人出到了50美元一根，而且一要就是10万根。小车，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！李叔，刨去工人的工资，咱们手头的现金还有多少？还剩下50来万，给工人们发完了工资和奖金，我就把钱存进银行。不用存了，把这50万给我，我去弄一台500吨液压机回来。爸，我有资格拿钱吗？厂里的危机是你给解决的，你想要多少钱直接去拿。不过你买液压机干嘛？做煤气罐，还卖给阿马尔。可咱们没造过煤气罐啊，这东西是压力容器，造不好会炸的。不炸阿马尔还不喜欢呢。爸，那我就去了。你爸安排好了吗？现在在大院等我们呢。头啊，咱们还不走，到底是等谁呢？等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摩托车的声音响起，李刚一改严肃的表情，连忙下车。小川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上车。好，李伯伯，建设把行李放后备箱。怎么把建设也带上了？一起出去见见世面。桑塔纳开上了公路，一路向北，天黑的时候到达了京城的海关大院。老王，几年不见，过得怎么样？就那样呗，走进去，你要的那辆奥迪就放在停车场。手续都提前办好了，只要你们交钱，今晚就能把车开走。多亏了你这个老同学，你们京城海关可真是个香饽饽，我啥时候要能调过去就好了。好什么好，我在海关就是个小角色，帮你弄这辆车，我也得求爷爷告奶奶。还是你的职务是肥差了，30来万。老王，你可别乱说，是我儿子的一个朋友帮过我大忙，这次想请我帮忙弄辆车开，我只负责打招呼，钱都是他出。小川，王伯伯好，我是秦川，您叫我小川就好了。你这么年轻，居然就有这么多钱，你家做什么生意的？我爸以前在首都钢铁厂上班，后来回了阳城，包了老家的钢铁厂，做了一笔出口生意。莱阳钢铁厂是最近谈成200多万美元生意的那个吗？只是凑巧，王伯伯，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。那是一定的，在出口直接来找我。说话间，大家伙已经走到了停车场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车位上，车头扁平，车身修长。没错，这就是这个时代最有牌面的轿车——奥迪100。啦，这里是钥匙，你们可以先试试车。不用，海关查扣下来的走私车，车况一定是杠杠的，我去交钱。交了钱，秦川便与几人告别离去。真是年轻有为啊！老王，一起出去吃点。不了，我一会还要值班。好，那咱们以后再会。川哥，咱们就剩下10万块了，买液压机是不是有些少？不少，又不是5000吨的，这500吨的液压机也就是个废铁架。500吨的液压机，全新的大厂产品需要上百万，哪怕就算是二手货也得50万，人家凭啥废铁架卖给咱们？就凭咱这辆车啊！车子离开京城，穿过沧州，重新回到东山省，然后就开始在山路里穿梭起来。川哥，我们这是去哪？蒙阴。蒙阴，我记得我爸是说过那边有个工厂，可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就算是有工厂，恐怕也是手工作坊性质的，能有液压机？可别小瞧了人家，那里可不是手工作坊，那里曾经是军工厂。啥？厂长，有个4个圈的车朝我们厂来了。4个圈？奥迪，难道是市里的领导来了？快给我出去迎接！2位小同志，车上的领导怎么不下来啊？领导有些困了，在车上眯一会儿。而且来这里也没啥大事。没大事，那带这么多钱来干啥？上面的大领导还不方便下来。没错没错，就让领导在上面休息，咱们这种小厂哪里用得着领导亲自过来？2位是领导身边的人，吩咐一声就行了。对对对，2位小兄弟到咱们办公室谈。不用了，我听说你们厂里有台500吨的液压机，还用不用了？如果没什么用的话，咱们就帮你们把液压机卖掉。咱们领导手头正好有10万块钱，只要你们点头，咱们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液压机倒是不用了，只是杨战福有些舍不得。对机械厂来说，机械加工设备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啊。杨厂长，反正咱们也打算转型造其他的了，这液压机没用，既然领导看上了，那是咱们的荣幸。更何况咱们现在正缺钱。我们卖，感谢领导照顾，我带2位进去看看机器。不用，我们领导很忙，我们得走了。这是收货地址，请领导放心，今晚之前肯定送到。川哥，怎么不看机器？这破厂子多少年没开工了，机器要是坏的怎么办？坏的再给他们退回来。
要是他们不给退呢？怎么可能？咱们可是开奥迪来的。出了蒙阴，秦川又来到了莱西县城北边的七宝山的一座矿场。川哥，那么多人在门口，好像是在迎接什么人？接咱们的呗。各位领导，欢迎来我们七宝山煤矿视察工作。你们谁是矿长？我是矿长，不知道领导有什么指示？是这样的，我订购了一台液压机，但是地址写到你们煤矿来了。今天晚上液压机就给送过来，你们先把这台液压机放好，等到半夜我再调一辆车过来，把这台液压机带走。听明白了吗？不用劳烦各位，我们煤矿可以派车给你们送走。不用，到时候只要用你们煤矿的吊车帮忙转移一下就行。秦川说完，便开车扬长而去。走，回去腾个干净的库房出来。咱们这煤矿到处都黑漆漆的，可不能把领导的液压机弄脏了。川哥，咱们就这样走了？那还等什么？留在煤矿吃饭。那些老狐狸们肯定会套咱们话的，你就不怕说漏嘴？一会回去辆车把货拉回来。这件事找小二黑就行，他爸有辆6瓶柴，今年刚买的。行。当奥迪开回钢铁厂的时候，秦川远远地看到了一辆崭新的面包车停在门口，父亲秦建国正在那里中。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召集全场欢迎的大领导竟是自己的儿子。欢迎领导前来考察。爸，是我。小川，你开的谁的车？这车可是大领导乘坐的，你可别给开坏了。原来在90年代，通常只有市级以上的人才能开上奥迪100，所以当他看到一辆奥迪车朝钢厂驶来，便以为是领导过来考察，可没想到车里竟是他出去采购的儿子。爸，这车是咱们自己的。自己的？秦建国眼皮子跳了起来，脑子里又冒出来了曾经秦川从厂里账上支走钱买摩托的场景了。好啊，说你是不是用买液压机的50万买的车？不是，这车是买液压机送的。50万能买到一台2手甚至是8手的液压机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对方居然还送车，还是奥迪。好了，我们赶紧收拾收拾，搞个厂房出来就能安装了。这液压机关系到我们厂接下来的发展，绝对不能出问题。液压机在哪？路上呢，明天就到。这车子是真不错，坐进去肯定舒服。爸，上去坐坐。算了，小川，你没做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？怎么可能？秦建国知道秦川肯定是隐瞒了什么，不过只要知道秦川没做违法的事，他就放心了。秦厂长刚刚接到电话，省城黄河厂里的赵师傅愿意周6日来咱们厂帮忙，只不过他要求1天100的工钱，而且还得咱们车接车送。爸，咱们不过是造个煤气罐，还需要请人吗？你走之后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这煤气罐毕竟是压力容器，一旦有质量问题，那可是会出人命的，所以就请了个老师傅。好吧，叫个老师傅来也行。那你们忙吧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做。第二天清早，一辆天蓝色的解放6瓶柴开进了钢铁厂。川哥货来了，辛苦了，爸，把咱们厂里的龙门吊架和油葫芦推来啊。好。秦建国去忙活了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一辆面包车的到来。厂里比较忙，2位稍等，我去喊人。哼，你们忙，我师傅更忙。你们要是不欢迎，我们立马就走。2位非常抱歉，咱们厂的液压机刚到，厂长忙着指挥卸车呢。我是厂里销售科的科长，叫我老李就行。我代表咱们莱阳钢铁。你代表得了吗？让你们厂长过来。小潘说什么呢？做人要厚道，不要处处摆架子。老李，你也别怪他，这小徒弟年轻气盛，说话冲。我把他带出来，就是打算接触一下社会，工资也不用太高，给他1天50就行。没问题，50就50。2位，我先带你介绍一下我们厂。你们买的应该是2重机生产的500吨液压机。这种机器用过几年之后，几个接头就容易漏油。等下我给你们检查检查。谢谢。对了，你们买回来了液压机，模具买了没有？好像没买。那还是不能用啊，看来我这次只能帮你们修理一下液压机了。老李，咱们可提前说好了，我师傅出来一趟就得干够2天，哪怕只有半天活儿也得按照2天的工钱给。老李是你叫的吗？叫李科长。老李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，他没怎么出来过。不过这工钱，这师徒俩感情是一唱一和玩双簧的，工钱放心，肯定是2天的。你们如果需要模具的话，我也可以帮忙联系，一套正规采购价要80万，我给你们联系50万就够了。买液压机才花了50万，模具居然还要花这么多钱。不好意思，赵师傅，刚才太忙了，没注意到你们来了。自己人不用客气。小川，过来见过赵师傅。小川呢？去翻刹车间了。他去那里做什么？说是做模具。这不是乱弹琴吗？模具怎么可能铸造？没错，我师傅干了几10年的机加工，还没听说过能用铸造的方式来做模具呢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小川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做模具啊。
我打听过了，咱们北方只有金城有模具厂，价格20万，钱不是问题，关键是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。你刚刚不是说要50万吗？不同的模具需要不同的钢材，那种20万的最多用2年，我师傅联系的10年都不坏。没错。小川已经开炉了，可以把报废的模具扔炉里了。秦厂长、老李，既然你们请我来指导，那我就得尽职尽责。我得提醒你们，模具刚融化重铸之后，并不能达到之前的强度。没错，不过刚才冶炼之后，经过一次热处理就可以了。热处理这种先进技术，不是你们这种小小的炼钢厂能掌握的。哼，热处理咱们还真懂。是吗？那你们就造吧。你们这群乡巴佬要是能懂热处理，我倒立吃钢管。走，把模具搬到炼钢炉那边去。他们要淬火，怕是会出事啊。哼，他们这种小小的钢铁厂哪里懂什么淬火工艺？他们只会把模具扔水池里，到时候100%炸。让！就在这个时候，后面出现了一辆3轮车，车上放着一个油桶。柴油，他们打算用油淬。师傅，我听你说过，淬火主要有水淬和油淬2种方式。对于大件厚实的钢材来说，用油淬更好，但是这油淬也有缺陷。没错，油的冷却能力比水差，所以在淬火的时候不容易让钢材断裂。但是油的冷却速度较慢，对于大体积的钢材来说不容易淬硬，而且材料表面还容易有油污。原本听说淬火他们是打算看好戏的，但是现在一看，对方知道油淬，那就得反过来找油淬的缺陷了。您好像说过有一种添加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没错，不过这添加剂可是绝密，任何一个老师傅都不会把自己多年经验掌握的添加剂配方公布出来，咱们就等着他们来求我们吧。男人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从业50年技术精湛，今天却被一个18岁的男孩打脸。咱们今天既然你们来养厂，就得为你们厂子出谋划策，一个问题1000块钱，保证让这模具钢达到原本的强度。做好了。这模具的硬度竟然比我做出来的还硬。做出来又怎样？这油淬的缺点就是会混合油污，而且长时间都清理不干净，毕竟油液已经进入到了铁原子的间隙里。你们知道原子吗？用水清洗一下。好嘞，是清洗不掉的，得用特殊的清洁剂，而且铁原子间隙中渗入的油分子是很难洗掉的。潘三的话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突然停住了，因为随着水的冲洗，模具上面已经没有半点的脏污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赵师傅，接下来就辛苦你了。按照当初的约定，赵树人是来帮忙搞机加工的，尤其是操作液压机。秦厂长，这液压机的操作很复杂，尤其是在压制的过程中是硬碰硬，我也不知道这模具的硬度究竟咋样，万一模具崩开了。赵树人的脸上露出担忧，机加工是有危险的，哪怕是黄河厂这种有着多年经验的老厂，也几乎每年都会发生生产事故，导致工人伤残。也对，赵师傅，您可是黄河厂的老师傅，可不能在我们这里出事，您在旁边看着，我来操作。你操作？你要是会，请我们来干嘛？哼，建设，把模具运到液压机上，咱们赶着中午吃饭前试试能不能用。好，咱们可不是干私活，是给自己厂子干，可不怕危险。再说了，川哥捣鼓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有危险？很快，现场就剩下了赵树人和潘三。咱们厂里搞油淬都不容易清洗上面的油污，他居然做到了。我才不信他们有这本事！别看那模具真亮，里面肯定不结实。师傅，我们去看笑话去。成了，这就成了。小川，你给咱们厂省了50万了。爸，今天中午我要喝酒。当然没问题，走，咱们喝酒去。众人呼啦啦地向外面走，和赵树人以及潘三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故意低下头部去看。赵师傅，咱们喝酒去。那个李科长，我走吧。师傅，咱们是来当技术顾问的，厂里原本就该管饭。今天咱们莱阳钢铁厂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，咱们除了水管窜天猴之外，还能生产煤气罐。来，咱们一起喝一个。水管窜天猴？难道这个莱阳钢铁厂就是刚刚做了一笔外贸大生意的那个厂？喝吧，儿子长大了，以后想干什么爸爸都支持你。来，小川，咱爷俩喝一个。咱们厂多亏了你，否则……李叔啥也不说了，都在酒里。说完，秦川又是滋的一口，接着赵树人走了过来。小川啊，来，赵叔敬你一个。赵叔？谁是赵叔？喝倒了。刚才就该早点来敬酒。中午饭一直吃到下午4点多，赵树人和潘三两人也没走，留在厂里溜达。几次路过秦川睡觉的值班室，听着里面鼾声如雷，只能无奈离开。川哥，他们走了，这俩人肯定是冲着咱们的淬火油添加剂来的。川哥，这可是咱们的独门配方，不能给他们。对了，那医院里买的东西到底是啥？杀精剂。这个鸡还真是厉害。咱们那弓箭用水一冲就干净了，应该是这种鸡的功劳吧？对，就是这种鸡的功劳。嘿嘿，
那个黄河厂来的赵师傅带着他的徒弟四处转悠，我看他那样子，可能是想要问小川淬火油的事情。哼，他干啥都要钱，凭啥免费要咱们的东西？秦厂长，小川什么都会，这个赵师傅来咱们这里纯粹就是打酱油，我看咱也别留他了，给他点钱送他回去得了，还能省几顿饭。这个不太好吧？人家大老远过来的，钱咱们照给，2天不是500块钱吗？咱们给他们，然后把他们送走。咱们厂有不少秘密，以后还是不要随便请卖面的老师傅了。小川的技术这么好，咱们没必要找别人。嘞，好，我们立刻派车把他送回去。这下咱们能省250了。赵师傅，怎么了？你家里打电话说有急事，我立刻安排车子送你回去。赵师傅，你看这工钱，来的时候不就说好了吗？我师傅只要来，哪怕干1天，也得按照2天算，给咱们1天的工钱就行。赵树人心中焦急，接完工资就朝家里赶去。秀梅，家里出什么事了？家里没出事，厂里出事了。厂里出事由领导，关咱们普通工人什么事？我也不懂，反正领导找你说什么机？方向机，好像是这个，还说什么出了重大事故。师傅，我家里还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潘三眼看出了重大事故，立刻就决定置身事外，而赵树人还算有责任感，骑着28大杠就向厂子跑去。老赵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回老家了，车子怎么回事？当时车子在山路上开，原本打算向右转向，司机却突然转不动方向盘了。按照那个司机的说法，咱们的方向机卡死了。方向机怎么会卡死？咱们实验了几万次，方向机都是好好的。拆开了。货车以60码的速度行驶在公路上，可刚到一个拐角，方向盘却忽然抱死，司机用尽全力也没能转动一点，连人带车的开进了沟里。得知此事的汽车厂急忙赶到现场检查原因。找到原因了，转向机的涡杆齿崩了。这齿轮崩了，是加工的时候热处理出了问题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咱们的退火、正火、淬火、回火都没问题，这可能只是个例外。运输公司刚打来电话，他们检查了采购的其他车，方向机的这部分全部都有裂纹，有的已经掉了碎屑，只是没这个严重。咱们试车的时候怎么没出过问题？咱们试车的时候上面只装20吨货，他们运输的时候上面装了80吨。80吨，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车子的极限。这不是我们的错，是他们使用不当。但同样的使用条件，他们用进口的 ZF 转向机就没事。现在他们要求我们给他们的车子全部免费更换转向机，而且再赔他们1辆新车，并且其他买了我们车的客户也得更换。不行，前后咱们卖出去了2000多辆，要是全部免费更换 ZF 的转向机，那将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一套进口的转向机折合成人民币就是5000多，自己制造1000都用不了，2000多套，那就意味着要多花1000万。咱们自己造的不能满足客户的使用，有什么办法？难道要让血淋淋的教训不断出现吗？如果有先进的热处理工艺就好了。听到罗明的感慨，赵树人瞬间想到了秦川，想到了这个神奇的青年展示的热处理工艺。袁科长，我认识一个小伙子，他有一手热处理的绝活，要不咱们把他请来试试？小伙子，材料研究院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他很牛，我亲眼见他调配了一种淬火油，淬火出来的弓箭直接用水一冲，上面的油都没了，干干净净的。这倒是很厉害，你什么时候看到的？今天我在回老家的路上看到的。回老家？是啊。赵树人当然不会说出是自己出去接私活认识的，不过他不说，苑立明也知道他周6日休息的时候干什么勾当。不过又不是上班时间，只要不耽误正式工作，苑立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好，那就打电话让他过来看看。苑科长，他的架子可能会大一些。有本事的人才有架子，只要能给咱们解决问题，大不了把厂里那辆212派过去接他。他可能会要一些钱，只要能给咱们解决问题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好，那就让厂里的212送我过去。打电话他可能不来，但是坐上212他应该会来的。212价钱虽然不比面包车贵，但是212的面子大。要知道以前只有县长才能坐。当212开到莱阳钢铁厂的时候，已经入夜了。赵工，这种小地方还能有能人？当然，最近有个钢铁厂做了一笔外贸生意，你知道是哪个厂子吗？该不会是眼前的厂子吧？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就在司机震惊中，就看到厂门打开，一辆轿车从里面开了出来。我去，奥迪！这奥迪省里一共才5辆，难道是哪个大领导来视察？快追！追啥？那辆奥迪，开车的那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李勇反应过来，开始掉头，但是等到他调转好车头的时候，只能看到奥迪的尾灯了。不过就在此时，那辆奥迪的尾灯在迅速靠近，奥迪又倒回来了。赵师傅啊，
你不是家里有事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小川，我是来特意请你去我们厂，给我们帮个忙的。咱开着车来，打算直接接你过去，你有没有空？我没空，而且我坐惯了奥迪，坐不惯其他车。要不你开奥迪去我们厂？你们来接我，还要我自己开车？赵师傅，如果我们不开着面包车过去，你会来我们厂吗？小川，我知道今天是我的不对，但是我们厂现在真的很需要你出手帮忙啊。什么事？你能通过热处理来提升齿轮的强度吗？当然没问题，这又不是什么难事。如果用渗碳淬火和回火工艺的话，硬度能达到60 HRC 左右。小川，这 HRC 是什么意思？你们黄河厂的老师傅不仅仅有实践经验，还有大量的理论基础，连这个落实硬度都不知道。这个实验是用压痕塑性变形深度来确定硬度值，以0.002毫米作为一个硬度单位。HRC 是用150千克的载荷压在钻石锥上。我想起来了，外国的 ZF 转向机里有这个指标，好像是50左右。你能做到60，那就意味着比 ZF 转向机还强。转向机？你们居然自己造转向机？这东西硬度不够崩了齿，那是要死人的。我这次来找你就是因为这个问题。小川，你帮忙去我们黄河厂解决一下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这个倒是没问题，不过我可不能免费。厂里说了，你要多少咱们给多少。赵师傅，你今天跑过来帮忙，咱们记着你的好呢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也不多要，那就50万吧。啥？50万？听到数字，赵树人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。你小子是故意的吧？白天我要你们50万，你就开同样的价格，我让车来接我，你就挤兑我。如果觉得贵那就算了，反正你们厂里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，热处理这块都有绝招，压根就不需要我这样的年轻人。需要。小川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给厂里打电话。不用，你们回去吧。要是同意我的条件，那就打个电话过来，我明天过去给你们指点指点。好。秦川开车离去，赵树人急忙回到厂子，将秦川的要求告诉了苑里明。50万，他还真是狮子大开口。上次他们厂搞外贸，不是赚了一大笔钱吗？咱们都是一个省的，他就应该拿出工人兄弟的觉悟来，免费给咱们解决。没错，他也太黑了吧。苑科长，咱们还是请德国人来帮忙吧。可请德国工程师保底就是1000万，而且德国人来帮忙还会设计各种专利。我宁愿给德国人花1000万，我也不愿意把50万花在那个小子身上，并且那个小小的莱阳钢铁厂能出什么能人？你给我住嘴！厂长您怎么来了？这大半夜的您的身体也不好。潘云飞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明明50万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可男人非要花费1000万。我宁愿给德国人花1000万，我也不愿意把50万花在那个小子身上。怎么了？并且那个小小的莱阳钢铁厂能出什么能人？你放屁！厂长您怎么来了？这大半夜的您的身体也不好。潘云飞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身为厂办公室主任，怎么就这点觉悟？怎么就那么不相信我们自己国家的人？周厂长英明，如果咱们自己人能解决了，总比请外国人好。就这样，赵师傅，你去打电话，让那小伙子明天过来。等等，还是我来打吧。要真是个人才，以后就留咱们厂。我侄子还是临时工呢。潘云飞心中暗想，不过嘴上没敢说出来。与此同时，莱阳钢铁厂睡在值班室里的秦川拿起电话，听到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：“我是黄河厂厂长，我找秦师傅。我就是，什么事？想邀请你来我们厂帮忙解决问题。你提出的50万，我们厂可以给。好，明天早晨派个车过来，我不坐212，太挤。对了，把钱也送过来。”另一边，周国栋放下电话，一旁的潘云飞立刻开口：“周厂长，这小子架子还真大，连212都看不上。赵师傅，这秦川平时坐什么车？奥迪。”听到秦川开奥迪，在场的众人都露出震惊的表情。要知道那个时候市级以上的人才能坐奥迪。第二天一早，一辆黑色的车子在山间道路上飞驰，车身方方正正，车头的大灯也是方形的，看着充满了肌肉和线条。爸，我跟赵师傅去黄河厂了，不用等我吃饭了。小川，你换新手机了？那之前的旧手机怎么处理的？我放爱回收卖了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，价格满意当面回收。我那台旧的 iPhone 14 Pro 还卖了4000多，靠谱吗？那肯定啊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像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我推荐爱回收。那我一会就去看看。小川，这切诺基做的还满意吗？还可以，满意就好，满意就好。半个小时后，切诺基停在了一个车间门口，一群人迎了出来。小川，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厂技术科院科长，这位是我们厂办公室潘主任。你就是秦川，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你的导师是谁？你是否有过出国留学的经历？家里蹲大学啊！我是你们请来帮忙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应聘的。问这么多干嘛？潘主任，要是没有我，你们是不是就要派人出国了？
潘云飞顿时一愣，他刚刚的确是在想，如果没有秦川捣乱，自己就能派人出国了，而且自己的侄子也有机会出国看看，回来的时候至少能给自己带个德国生产的电视或者冰箱什么的。怎么了？我们国家工业落后，为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，我们必须要派出优秀人员出国学习，也会把国外的优秀工程师请过来给我们指导。北东扯西拉，你到底行不行？如果不行，就赶行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咱们的能力不比外国人差，都是2个肩膀扛1个脑袋，谁也不比谁差。说得好，都是2个肩膀扛1个脑袋，谁也不比谁差。厂长，听说秦川到了，周国栋急忙从家赶了过来，正好听到这番话，顿时就让他对秦川心生好感。口号谁不会喊，那也得拿出真本事来才行。真本事？潘主任，你知道是谁发明的渗探工艺吗？美国在20年代开始就在用转筒炉进行气体渗探了，西方的技术是最先进的。错，渗探工艺是咱们发明的。2000多年以前，咱们的老祖宗在铸剑的时候就会用固体渗探的工艺来渗探了，比西方早了2000多年。没错。后面传来老师傅们附和的声音，潘云飞的脸更红了。古代的怎么能和现代的比？怎么不能？都是一样的工艺。算了，和你这种香蕉人说不懂，咱们还是赶紧干活去。设备准备好了吗？都在里面。渗探工艺有很多讲究，渗探后的淬火更重要，这2步是连续进行的，稍有差池就会造成产品质量不合格。秦川一边走一边给身边的周国栋和苑立明他们介绍着，直至来到了气体渗探炉的前面。炉子的前面摆着10个刚刚做好的方向机、涡杆等零件。这零件不合格？怎么可能？这批零件都是咱们最有经验的老师傅做出来的，用的还是首都钢铁厂生产的齿轮钢。齿轮钢也是分成很多种的，变速箱里面的齿轮动辄上千转，需要用高碳钢或者是合金钢。听着秦川讲解的高碳钢与合金钢的利弊，众人全部露出了崇拜的表情。你们的转向机崩齿，原来不仅仅是因为热处理不过关，还因为钢材就用错了。那我们应该用什么钢材？低碳钢。但是低碳钢不够硬啊。那是没有经过合适的热处理，经过我的处理，低碳钢表面的落实硬度也能达到60。好，那我们就用低碳钢加工一套试试。老赵、老罗，你们去车间赶个工。2人点头离去，一旁的潘云飞的眼珠子鸡贼的转了转。秦川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只看一眼就知道材料不合格，能教我吗？当然可以。秦川点头，其他人都竖起耳朵等着听，但是秦川却不说话了，端着自己带来的罐头瓶做的水杯，咕嘟咕嘟的喝起了水来。能说了吗，秦川？能，先叫我声师傅。啊！你毛都没长齐，居然让我叫你师傅！什么3叩首，什么敬茶的礼仪就算了，叫声师傅就行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拜你为师了？你刚刚那么诚恳的说让我教你，不拜师怎么教？你难道想要白嫖？潘云飞哪里是真心让秦川教自己，他不过是想要揭秦川的老底。在他看来，秦川刚刚就是故弄玄虚，瞎猫碰死耗子。哪个老师傅能只看一眼就知道刚才不合格？3人行必有我师，古之人诚不我欺。小川，你给我说说，我愿意拜你为师。周厂长，我可不敢收您这徒弟，您想知道我就简单说说。其实很简单，高碳钢或者合金钢特别硬，加工的时候走车就得慢一点，这滚出来的齿轮比较精细。低碳钢硬度低，走车的时候可以快一些，齿轮表面更粗糙一些。咱们厂都是老师傅，按说就算是用低碳钢，表面也可以非常平整。但是这批零件应该是紧急加工出来的，如果是低碳钢，划痕肯定非常明显。等下赵师傅和罗师傅把加工的零件送过来，大家伙看看就知道了。半个小时后，赵树人和罗明刚把零件送过来了，果然可以看到一条条清晰的加工痕迹。知道大家伙着急，所以走车的时候快了一些，表面有些不平整。和秦工说的一模一样，秦工厉害呀！一般般。潘主任懂了吧？这些都是雕虫小技，不过对你来说掌握了也是有好处的，你只要态度好，我也可以多教教你。既然零件已经加工好了，那咱们开始吧。秦川拿起齿轮向渗探车间走去，而这时潘云飞在一个年轻工人耳边说了几句话后，便露出阴森的表情。我帮助黄河汽车厂省去了2000万的开销，可他们厂办公室主任却想置我于死地。叔，只有搅黄了咱们才能出国，身子还等着从德国买彩电呢。那你得小心，必须得伪装成意外，闹漏了那可是要吃花生米的。今天时间不早了，渗探就到这里，下一步咱们淬火。秦师傅，咱们已经把炉子给您腾出一个来了，虽然用来加热这几个零件有些浪费，但是这也是必须的。普通的炉子不行，需要高频炉。咱黄河厂是个大厂，应该有高频炉吧？不过厂里老师傅们不会用。我会啊。
走，带我过去。苑立明带着秦川朝高频炉的车间走去，而电炉车间，潘三站在角落里，抬头看了一眼高高的天车，又扭头眼巴巴地看着门口。等会儿那些人跑来用电炉加热淬火，我在合适的时候把这个铁丝塞进一旁的插座里，电路就会短路，天车上正在运输的东西就会掉下来，把秦川砸成肉饼。我太聪明了。潘三幻想着秦川被砸成肉饼的画面，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人出现。半个小时后，门口终于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叔，怎么是你？其他人呢？弓箭已经造好了，秦川已经走了。他们没来电炉车间，他们是怎么制造的弓箭？他用的是高频炉。高频炉秦川都会用。就在潘三震惊的时候，莱阳小山村口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停了下来。李师傅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你给咱们厂解决了大麻烦，我送你回来是应该的。秦师傅上次接你的时候我态度不好，你别见怪。哪里，李师傅进来喝杯水再走。不了。切诺基掉头返回，秦川迈着轻快的脚步沿着熟悉的道路回家，没走2步，一旁就传来了声音：小川，你行啊？王爷爷，你在这里猫着干啥？吓了我一大跳。没事，刚刚看完新闻联播，对里面的一个新闻很感兴趣，毕竟是和咱们有关的。啥新闻？火药桶地区冲突再次升级，可处于弱势的一方突然使用了大批窜天猴，向大魏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击，大魏国损失惨重。王爷爷，饭能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这件事可和咱们没关系，咱们卖的是窜天猴，民用的。对，民用的。小川，你真厉害。对了，你爸也回家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哦，秦川迈着轻快的脚步朝家走去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看到了外面停着一辆高大威猛的30帕杰罗，院落里面传来觥筹交错的声音。来，干了！咱们兄弟几个能聚在一起，太不容易了。是啊，咱们哥几个，还是大哥和二哥最有出息。我和四弟没什么本事，只能在老家务农。出息什么？莱阳钢铁厂差点倒闭，多亏了小川，才算是活过来。老三、老四，等你们忙完了农活，继续到我的厂里帮忙去。多亏了小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嘛，说来话长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秦建国刚想要把最近的事情说一遍，外面就响起秦川的声音：咦，二叔、三叔、四叔，你们都在啊？雷，你给二叔讲讲最近发生的事情。秦川坐下，将前7集的事情讲了一遍。爸，我听说咱们附近的山上有煤矿，三叔和四叔要是感兴趣，可以开个煤矿。你听谁说的？我上次去首都，听那边的一个搞勘探的专家说的。靠谱吗？那老专家的话绝对没错，已经指导过很多地方的人挖矿赚钱了。老三、老四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可是开矿要花钱啊，咱们……三叔、四叔，我今天出去帮忙解决了个技术问题，赚了一笔外快，我可以把钱借给你们，多了不说，30-50万还是有的。现在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大哥已经做到了。老三、老四，你们加油干，争取也成为先富裕起来的人。雷，为我们兄弟的未来干杯！一顿饭吃到晚上10点多，秦建泰挥手告别了3个兄弟，便朝省城而去。可不知为何，他脑子里又闪现出来了饭桌上秦川那口若悬河的样子来。过去那个不务正业的厂二代，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？算了，不管了，部队上还有很多事情在等着处理呢。第二天，黄河厂试车场，一辆货车在不停地向左打死方向，又向右打死方向，地面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印子。没事，方向很顺溜。要是咱们之前生产的那批转向机，现在就该废了。你们这是已经解决了转向机的问题？这位同志，您是？咱们部队的军车转向机也出现了早期磨损的症状，所以想要来这里调研一番，看看你们这批转向机故障产生的原因，以及如何解决的问题。我们是请高人呗，高人就是来阳钢铁厂的秦川，别看年轻，技术可是真牛。啥？秦车？方便给我详细说说吗？这个嘛，这位同志，去我们的办公室如何？我找人给您做个专门的汇报。办公室里，秦建泰听完了汇报，心中感慨自己那个不成器的侄子居然变得这么厉害。领导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去莱阳钢铁厂。老二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回来有点事。大哥，你这厂子不是生产钢管的吗？钢管滞销，咱们改产煤气罐了。这煤气罐是好东西，国内需求量很大，你们的眼光还是很准的，不过得保证质量，这东西可是危险品。没关系，小川说咱们这煤气罐主二叔有啥事？秦建国本打算说是外销的，可秦川走过来岔开了他的话题。小车，黄河厂那边你给解决了转向机的加工难题。你小子厉害啊！昨天晚上你怎么不说？我说了啊。
昨晚我不是说出门帮忙解决技术问题赚了30-50万吗？秦建泰这才反应过来，当时还真说过，只是自己没相信。早知道是你帮忙解决了问题，我就不这么心急火燎的赶去黄河场了。走，上车。去哪里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秦川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但他知道二叔肯定不会害自己，所以也就只能嘱咐了老爹一句，跟着上了车。看着驶去的车子，秦建国无奈的摇摇头，他知道老二找秦川去做的肯定是高度机密的事情，所以自己也不能问。